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平常比较少听到的议题，什么议题？也就是所谓的核能的燃料棒。好啦，燃料棒的问题我们平常比较少在电视上看到，不晓得是因为它有一点点复杂，还是因为不能说了要进猪笼。总而言之，为了让大家更了解台湾核能的真实情况，我们就来聊聊燃料棒不能说的秘密吧。那在进入重点之前，我们就先从最基本的地方开始介绍吧。总得让你心甘情愿才行。首先，核电厂会有一个核子反应炉，这个反应炉等于核电厂的心脏，只要这个心脏开始运转，我们就有电可以用。暂停一下，这样讲可能大家比较没有办法想象，我们就来捏个黏土好了。核子反应炉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，它是由20公分厚的钢板所组成，第二层叫做一次为主体，是大约2公尺厚的钢筋混凝土，最外面这一层叫做二次为主体，它们的功用是用来保护反应炉，还有防止辐射扩散。来，我们来把核电厂转过来切西瓜，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。然后我们再插入这几根棍子就可以用来发电了。等一下，这几根棍子又是什么东西？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，也是插在反应炉里面的燃料棒。燃料棒的原料叫做铀235，我们把好多个铀集合在一起，变成一个比橡皮擦还小的原料，就可以让一个小家庭用电1整年哦，厉害。接着我们把一堆铀235装到用锆合金制成的护套里，就变成了燃料棒。再把好几根燃料棒合在一起，变成一个燃料束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它来发电了。怎么发电呢？首先，反应炉里面有一个叫做中子的东西，中子 you know， 它会负责在反应炉里面冲撞铀235。当一个中子冲到一个铀原子核就会被撞成2半，所以叫做核分裂。同时也会产生新的中子，也就出现了2到3个中子。以2个来说，一个中子撞完变2个，2个撞完变4个，就这么撞个10次8次，我们就有千万个中子了。这也就是所谓的连锁反应。当一个铀被撞1次，就会有一点热，那很多个铀被撞很多次呢，那当然就会很热啊。简单来说，核电厂就是利用这个热来烧开水，水滚了就会有水蒸气，水蒸气就可以带动一个叫做涡轮发电机的东西，然后就会变成我们每天在用的电了。那如果今天中子不受控制，我们要怎么办才好呢？这时候就会有一个用硼所做成的控制棒，控制棒进入反应炉里面以后就开始吸收中子，那反应炉里面的冲撞就会被控制住了。核能的运作过程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，是不是好吃、新奇又好玩呢？说到这边，如果大家还不太懂的话，也莫急莫慌莫害怕，就再回去看一次就懂。好的，简单的介绍过核电厂以后呢，我们终于可以进入我们的重点了，也就是燃料棒不能说的秘密。虽然我不是很想吓你们，但在讲重点之前，还是多多少少先吓一下好了。第一，如果大家听到核废料3个字，大概会有80%的人会马上联想到美丽的兰屿吧？不错，兰屿的确有堆放核废料没错，但所谓见山不是山，见山又是山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核废料也不只是核废料而已这么简单，它还分成高阶核废料 and 低阶核废料。我们熟知的兰屿核废料属于低阶核废料，也就是在核能运作过程中沾到一些辐射的衣服、裤子跟工具等等而已。而天然呆的台湾子民还真的是略懂，我们大都不知道，真正恐怖的高阶核废料其实就在你我的身边，这也是有一些人一直不敢说清楚的事实，怕了吧？第二，我们先把画面带到日本，讲到日本，大家会想到什么呢？对哦，当然是日本311令全球为之恐慌的灾难啊！我想大家没看过鸡也吃过鸡走路，没听过初号机也听过福岛123号机。我们来回想一下，9级地震引起海啸，海啸时正在运作的福岛123号机发生氢爆，炸翻的为主体还使辐射大量外泄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说到这边是以悲剧收场这么简单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因为这个故事其实是悲剧中的悲剧中的悲剧。事实上，当初没有在发电，也就是反应炉中没有燃料棒的福岛4号机，竟然也跟着发生氢爆了。等等，反应炉里面既然没有燃料棒，就代表氢爆不是因为反应炉失控而发生的，也就是使福岛4号机发生氢爆的凶手另有其人，真相永远只有一个。等一下就告诉你，怕了吧？因此，接下来将会替大家介绍使用过后的废燃料棒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怪物。先休息10秒，让大家思考一下。1、2、3、10。如同前面所说，我们必须利用燃料棒来帮助发电。当燃料棒用完以后，我们会把它拿出来放在哪里呢？你可能会想，不就放在兰屿那个黄黄的桶子里吗？刚刚前面说过，兰屿那个黄黄的桶子里放的是低阶核废料，也就是衣服裤子之流，而这个用完的废燃料棒其实就是可怕的高阶核废料。高阶核废料就算是不能用了，还会不停的发热，这种热我们称之为衰变热，因此我们必须把用完的废燃料棒放到冷却池里面冷却一下。那我们需要冷却多久呢？1天、1个星期还是1个月？答案是5年。至少5年以后我们才能做进一步的处理。那我们是不是只要乖乖的把废燃料棒放在冷却池里面，就可以确保核电安全了呢？
为什么被燃料棒放在冷却池里面还是不安全？让我来稍稍解释给你听 again。当日本遇到海啸之后，很多供电系统都发生断电的问题，停电以后冷却池就不再循环，废燃料棒的衰变热就让水越变越热，水一热就会变成水蒸气，等到水都烧干了之后，整根燃料棒都暴露在空气中，又因为温度实在是太高了，导致锆合金制成的护套就会被熔毁，而锆最坏的地方就是它在高温的时候会跟水蒸气产生反应，还因此产生了氢气。当温度够高，氢又碰到氧的时候，嘣的一声氢爆以后，辐射物就会飞得满天满地了。总而言之，福岛4号机会发生氢爆，就是因为冷却池失效，燃料棒太热，水烧干，嘣，就这么简单。Understand？ 最后不免俗力，我们当然还是要来个爆料大会。台湾究竟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呢？先想象一下，如果今天垃圾桶满了，你却刚好要丢垃圾，这时候你会怎么做呢？没错，就是把垃圾桶塞紧一点，然后再把垃圾丢进去。这正是我们台湾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啊！台湾目前遇到垃圾太多的问题吗？这个傻瓜，这叫比喻。这里的垃圾就是比喻高阶核废料，因为在台湾这些高阶核废料实在是找不到地方处理，所以只好把它一直堆在核1、核2核3厂的冷却池里面。当冷却池满了，只好把它再挤一挤，几十年下来已经累积超过16000束了，而当初设计的容量是只能放9500多束，多了将近1倍，导致台湾存量的密度是全世界最高的，果然世界 No.1。而这些燃料棒估计相当于23万颗广岛原子弹，2颗原子弹就可以让日本投降，但是23万颗要让我们投了又投，投了又投的吗？保安！我想噼里啪啦的说到这边，相信大家对于了解我们亲爱的台湾又更上一层楼了。这个议题已经不只是政治问题，也不只是环境的问题，更是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。虽然很多事情在台湾是无法进行理性讨论的，但我们也不应该让它沦为各说各话，你死我活，对吧？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曾经有一个老师这么告诉我，解决问题或许不难，这难就难在问题到底在哪里。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慢慢的找到台湾的问题了呢？